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1.45，收盘价还是在251.4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3.65，最低价是在242.7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11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11倍量增。KD 值，快线又上穿了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我们会看到快线是下穿了零轴，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与前一个交易日等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将被确立。我们会看到目前这个快线已经下穿零轴，那慢线如果再下穿零轴呢，那空头的趋势将会被确认。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蜻蜓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的回档后的下跌中。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个蜻蜓线开盘价即是收盘价。那在盘中股价是下跌到了低点，在242附近遇到了支撑，然后呢在盘内是出现了反弹，成交量是量增，那最后呢收盘价与开盘价相同。那日后如果股价高开高走，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股价将会继续反弹。否则，如果股价日后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那么股价将会出现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在251.5。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68附近。实际在8月7日收盘价是在251.45。出现了横盘向下。那虽然这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这个点位基本相同，但是当日的这根 K 线和我们预测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预测的走势呢将会是一个高开然后收低，而实际在当日是出现了低开，然后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然后在盘中出现了反弹。对，好，那这样一来呢，我们说当日在盘内已经出现了反弹，那日后呢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反弹，因此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那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如果继续上行的目标273依然不变，因为股价上行只有站上这个位置呢才能恢复多头趋势，也就是叫反弹成功。所以说这个目标不变，还是273。那在到达273各条均线值，包括我们会看到这两根 K 线的高点都会成为一个压力。好，当然我们说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股价是很有可能遇压而继续出现反转向下的。因为目前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低，然后下方有底低，
那目前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对，好，那么对，所以短期空头被确认之后啊，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好，这是我们对这个遇压反转向下的说明。好，273如果被站上，上方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99.29，也就是300关口。那股价如果能够在站上300关口这个位置，那将会继续目前的多头趋势。那目前的这个多头趋势将是恢复自4月27日以来的这个上涨的多头趋势。那如果300关口被站上，股价继续向上，如果能够再站上314，那么它将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样的一个多头趋势。好，这是上方站上3个目标的标志，或者叫对于股价后续的影响。好，那第一个目标是恢复多头，第二个目标是恢复4月27日的多头，第三个目标是要恢复1月6日的上涨的这个多头。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我们接下来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由于在8月7日这根 K 线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前低，所以目前250.5这个位置，依然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好，那么当然跌破这个目标呢，就是说要确认空头趋势。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当中已经说，目前有头头低，下方有底底低，说这个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这是我们从高点和低点来确认的。而股价如果跌破了250.5，将会以收盘价的形式确认这个叫做空头趋势。好，那么250.5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241，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它也是前低。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呢，那么股价会出现深度的回档，一定我们认为会测试下方的这个目标223，或者我们可以说一定会要回补下方这个缺口。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那么在8月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我们依然给出的这个观察位是5日均线值。当然，我们看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这个观察位是在250，我们说的准确一点，是在256这个位置。对，好，那么256呢，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一个下限。对，所以呢，我们说股价在当日并没有出现到反弹到这个位置，而是出现了下跌，在下方遇到支撑，然后与开盘价收盘价与开盘价相同。那么在8月8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53，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253呢是在8月8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也就是目前股价下行啊，我们会看到它一直是沿着5日均线值向下走的。反弹之后，我们会看到在8月4日反弹之后，虽然一度站上5日均线值，但是收低。所以呢，
目前在空头的趋势下，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下，股价出现反弹，5日均线值一定是一个压力，也就是空头在盘中是要守这个位置的。所以呢，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如果股价能够在盘中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是一个强势的反弹，在盘中的强势的反弹。那如果后续股价能够在5日均线之上方运行，那很有可能会继续反弹的。同时，我们会看到253是这根蜻蜓线的前高附近。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将意味着股价会继续反弹。好，或者我们说这根 K 线它也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如果站上这根止跌信号 K 线最高呢，那我们说也可以称为叫止跌成功，或者叫确认止跌信号。好，那么这是我们观察253的目的。对，那股价在如果是低开，然后呢反弹到这个位置呢，也很有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对，所以我们要关注它。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对于8月7日生成的这根蜻蜓线，虽然它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或者叫止跌的信号 K 线，那我们说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虽然呈现的是成交量增，这也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但是在技术上呢，我们是没有进场依据的。因为目前虽然出现了反弹，是下探到低点的反弹，那股价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所以说股价如果在日后继续反弹，很有可能遇5日均线值而继续出现反转向下，所以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场抢反弹呢？我们要根据日后的 K 线说收盘价站上蜻蜓线的最高，或者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我们才可以根据当日的 K 线的线型和成交量来讨论是否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进场做多。好，这是做多的操作建议。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8月8日开盘之后，一定会有空头进场，无论是高开还是低开。那他们的目标是241，甚至是更低。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我们认为它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65到268，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空头要守20日均线值，所以股价只要在蜻蜓线上方出现反弹那在这个区域一定会继续有空头的加仓或者是进场。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53到255之间，第二个压力位是258到259，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第三个压力位是从这个前高，也就是8月4日 K 线最高265。一直到268，268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当然，我们还有上方的一个压力，就是273。好，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前低，我们可以说是在243附近。然后第二个支撑是这个缺口，是241到235。当然，第三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23。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2个可能都是带有条件的，一个是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下行，如果继续下行，它将是低开盘，然后呢，股价最高会到达250，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38。对，238是这个缺口的中线，我们认为这个缺口的中线将是一个强支撑。对，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6附近。对，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0.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下行。我们判断它继续下行呢，我们认为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个含有长长下影线的一个止跌信号 K 线，也就是我们认为股价会回补这个缺口。对，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判断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好，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如果是继续反弹，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0，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59，然后收盘会收在25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出现这样的反弹呢，它的条件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出现这样的继续反弹，我们认为股价会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